一艘朝鲜海军巡逻艇以10马赫的速度直奔泡菜国的巡逻艇也门冲撞而来，吓得泡菜国357号巡逻艇艇长赶紧下达转向躲避命令。谁知艇上握着方向盘的司机此时早已被吓得亚麻呆住了，两只小手根本不听使唤。本以为这次朝军和往常一样，只是小打小闹一下就会离开，但让泡菜国舰长没想到的是，这次对方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结果两艘巡逻艇就这样哭哧一下来了一个亲密接触。由于泡菜国巡逻艇的排水吨位太低，一个小弟直接就被怼到了海里。即便如此，泡菜国舰艇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因为在泡菜国内此时正在举办着亚洲首次承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国内高层绝不允许这场国际赛事此时被节外生枝。但朝军却恶气难咽，一直在寻找扳回一局的战机。因为就在3年前，1999年6月15日的延平岛双方争议海域，朝韩海军就爆发了第一次延平海战。朝军鱼雷艇首先开火，韩军舰艇还击后只用14分钟就取得了胜利。一时失利的朝军事后把所有的核弹都瞄准了泡菜国的首都，扬言是要把泡菜国的首都炸成渣渣灰。朝方的这一疯狂举动吓得泡菜国高层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因为他们知道，毕竟朝方是既有这个晕打也有这个实力，所以泡菜国高层对自家海军就下达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允许先开第一枪的命令。于是总想着要报一箭之仇的朝军就趁这次泡菜国举办世界杯的机会，准备发动第2次延平海战。就在2022年6月20日，几名朝军先打扮成朝鲜渔民模样，不断挑衅泡菜国的巡逻艇。在被抓上巡逻艇后，他们趁机获取了艇上的火力配置及兵力部署。本着不升级冲突的原则，最终泡菜国巡逻艇将他们放回。然而就在2002年6月29日，泡菜国队趁着吹黑哨的机会和土耳其队争夺世界杯季军的这天，双方海军像往常一样进行着常规巡逻。上午10点25分，朝方依仗着泡菜国不打第一枪的交战守则，就越线向泡菜国巡逻艇不断靠近。在双方舰艇相距450米平行距离的时候，朝军舰艇突然就用舰上 T3485型坦克改装的主炮对准泡菜国357舰艇的舰桥，库哧就是一炮子。朝军一艘巡逻艇库哧一炮子，冷不丁的就朝泡菜国的舰艇舰桥怼过来。在舰桥上指挥的泡菜国巡逻艇舰长来不及反应，当场饮恨。这是2002年6月发生在朝韩争议水域的延平海战。虽然战斗仅持续了25分钟，但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泡菜国巡逻艇的朝军，却愣是利用艇上改装的 T3485型中型坦克的主炮，仅发射5炮就把泡菜国的357号巡逻艇击沉。事后泡菜国军方虽出动多艘战舰前来驰援反击，但却被泡菜国高层紧急叫停，以至于让朝军的684号巡逻艇全身而退返回基地。虽此次较量被称之为一次海战，然而事实上真正参与这场战斗的也就只有双方各自的一艘舰艇，它们分别是朝方舷号为684的201式巡逻艇和泡菜国舷号为357的虎头海雕式高速炮艇。朝方的684号巡逻艇上装有4座炮塔，圆形的1号、3号和4号炮塔为2M到3M式双联装25毫米机关炮，2号炮塔为 ZPU-4式4联装14.5毫米重机枪，还装有4座 RBU-1200式5联装反潜火箭发射器和2部深水炸弹投掷器。为了加强火力，朝军将3号和4号炮塔改成了 V11M 式双联装37毫米高射机关炮，而将1号炮塔改成了 T3485式中型坦克的炮塔。虽然这种炮塔没有相对应的火控和稳定系统，命中率很低，视野也不好，但在近距离作战却破坏力十足，而且皮实抗揍，防御力高。而泡菜国的虎头海雕式高速炮艇其装有伊门博福斯式40毫米机关炮，2座 M61海火神式6管20毫米机关炮，2挺 M60式7.62毫米通用机枪与1座西北风式防空导弹发射架。在理论上，研制于1972年的韩军虎头海雕式要比研制于1955年的朝军201式更优越，因为毕竟艇上的武器直到今天都是前线作战的主要装备，且虎头海雕式的最高航速为37节，比201式要快出9节，在机动性上明显占上优势，雷达火控和电子系统也要先进得多。然而就是这么一艘性能优越的炮艇却被朝军打得满地找牙。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2艘舰艇的交火过程。谁也没想到，朝鲜突然就向韩国开火了。2002年6月29日10时25分，一艘朝鲜舷号为684的201式巡逻艇越过北方分界线，利用艇上改装的 T3485型中型坦克的主炮，突然就对泡菜国舷号为357的虎头海雕式高速炮艇的舰桥发出了致命一击。然而诡异的是，本来研制于1972年的韩军巡逻艇的各项作战参数都比研制于1955年的朝军巡逻艇牛逼，但意外的是，泡菜国的巡逻艇却被朝军妥妥的击沉在了大海之中。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原来此战朝军早已蓄谋已久，率先开的第一炮一击击中泡菜国舰艇的舰桥，而在上面指挥的舰长当场就被炸得死得不能再死了。与此同时，副舰长也严重受伤。然而大家都知道，在舰炮对轰时，抢占有力阵位是非常重要的，但舰长饮恨后的泡菜国舰艇一直是处于无人指挥状态，以至于在相对相当长的时间里，双方一直保持航向和距离处于平行的状态下对轰了很久。韩军357号艇的阵位长时间暴露的侧后方就遭到了朝军舰艇的重创，但与之不同的是，朝方684号舰艇所处的阵位却能够充分发挥侧舷全部火力优势，而泡菜国舰艇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机动化和电子化。
结果可能是棒子们整天吃泡菜吃的大脑短路，他们放着自己的这个优势不用，反而凑近了去和朝军玩对轰。除此之外，泡菜国片面追求高大上的武器系统，居然给一线的高速炮艇配备了大量华而不实的玻璃钢炮塔。这种炮塔虽然重量很轻，视野会更好，但是防护性却极差，而需要电源才能转动开火，是其最大的硬伤。韩357号舰艇的配电室被击中后，多门炮塔就出现了故障，随着炮塔被朝军直接命中后，2名枪炮手就当场丧命。而朝军684号舰艇把前方的机关炮换成了 T3485型坦克炮塔，虽然这种炮塔没有相对应的火控和稳定系统，命中率低，视野也很差，但在近距离的情况下破坏力却很大。朝军舰艇虽然只命中韩舰艇这种大口径的炮弹5发，但这却恰恰是泡菜国357号舰艇沉没的主要原因。这次海战双方舰艇交火持续25分钟，朝方射速较高的37毫米高射机关炮命中敌舰19发，14.5毫米重机枪命中250发，而韩军357号艇的40毫米和20毫米机关炮虽然发射了680发，但却最终未能撼动水线部位装甲加强的朝军舰艇。这次海战韩军有6人阵亡，19人负伤，而率先开火的朝军也有13人阵亡，25人负伤。但最后泡菜国忌惮于朝鲜扬言即将要发射的导弹威慑，再加上国内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赛事，这起海上冲突便悄无声息的不了了之。所以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都会有军人流血牺牲，致敬那些为了保家卫国而奋战在一线的英雄们。